比特币今晚会创造历史新高吗？我们现在是成功的突破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当前比特币正在走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我们可以把我们自从2月份以来的震荡，我们来用形态把它给画出来。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走出了一个下降的扩散楔形。其实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大概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下降扩散楔形。我们现在是2024年的大概年中以后，你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正好在4年前也就是在一个周期之前我们当时也非常完美的走出了一个下降的扩散楔形。那我们当时也是在这里震荡下跌了非常非常久。我们是自从了突破之后呢，我们才开启这一波狂暴的上涨。你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我们把上一轮牛市，我们去把它做行情的分类的话，你可以发现基本上它就是第一段的上涨，上涨完之后呢，然后它调整的非常非常久，它调整的形式是用下降扩散楔形的，然后随后我们又开启第二波的上涨，然后牛市就结束了。你可能会说后面有到69000，但其实69000跟65000的这个距离呢，没有差到很多。那我们当时在走突破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我们突破的这根 K 线这一根，虽然说它还是有收出上影线，可是你可以发现它量能一定是很大的，一定要远远的高过我们周围的这种所谓震荡的量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不就在走出非常非常雷同的这种行情嘛？也就是我们前面经历过一段很狂暴的上涨，没问题。那我们上涨肯定是需要有回调的。我们在这里其实震荡这么久，它的好处就是它并不会回调到很深如果说你要它很快回调完成的话，那它回调的深度就会很深，也就是以横代跌。那我们现在呢，也终于等到了它突破的时候了。你可以发现不管我们怎么画不管你趋势线怎么画，我们在这里它一定都产生了突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检查一下它的量能合不合格，有没有达到我们突破的标准你可能会说，我们现在这个量能还很小不对，我们现在才在周二是周二我们的周三，但是我们要以美国时间，美国开盘才有算数，美国没开盘就不算数。我们还有周三美国的开盘周四周五，所以还有3天。我们现在一个礼拜只经过了2天的开盘，就累积出了这么多的量能那如果我们用这种量能呢，我们去做平均，然后我们推估周五可以到达什么样的量能呢也就是我们有开盘日结束的时候，这个礼拜可以有多少量能我们有个指标，这个指标是免费的。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来我们的社群做领取。这个是 expected volume， 也就是预期的量能。如果我们按照当前周一、周二的量能，我们去推估周五走完的时候，它大概可以创出这样子的量能。你可以发现我们虽然说它并不是到绝对的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跟周围的量能去做观察的话，你可以发现它也绝对是在我们这整个震荡区当中呢非常显著的、可观的量能其实量能它也是有低标、中标、高标。对于我们的低标来说呢，其实这种量呢它就有到达低标，也就是你至少要比周围震荡的量能呢要来得更显著，这才会成为一个最少突破的合格的量能。那如果说要比较好一点的话最好是可以跟这根的量能一样，或者说不小于这根的量能这样才是比较好的状况，我们才能很确认这样的突破。那不过目前来说，这样子的状况是好的，是没问题的以这样的突破的整个要求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们再把级别再切小一点点我们来注意一下我们这一整波的突破上涨，一路走来我们始终如一交易的一致性，我们还是判断那几个标准比如说趋势线趋势线突破了为什么这波上涨它跟前面的上涨不一样其实要说上涨，我们前面有很多这种上涨的行情那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上涨它就特别不一样？它就真的可能是一波这个真实的突破呢？因为我们突破了趋势线，前面再怎么样都没有突破趋势线。那再来是前高点，我们突破了前高点。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前面这个高点我们上涨，它是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的，所以它就没有改变趋势。那我们这段的上涨呢，它一样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一样没有所以其实我们前面的几次上涨呢，跟我们现在的这一波，它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把前面的高点给突破掉了那最后就是历史新高，我们要突破历史新高，这是突破当中必备的。尤其我们在突破历史新高的时候呢，我们要加速，我们要出现像我们当时在突破3万的时候所出现的这种状况，我们一定要加速。
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前高点大概在31000、32000我们突破的时候直接到35000了。我们要看到这种突破，我们才能非常的确认。那当然搭配 ETF 的流入呢，这个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再观察一下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现在的这个位置好像是有点高了，对不对但其实只要能真的走出一波多头，只要能确认这是真的突破，我们未来还可以走出一段非常非常棒的行情，而且它会走的是不扭扭捏捏的，直接上去。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这整段上涨的过程呢，我们在前面其实是走的非常折腾的，也就是我们从49000一直走到69000这一段，其实是走的很折腾的前进3步后退2步，前进3步后退2步，也就是它真正强势的这一段呢还没有开始。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实我们在要突破的前期，它不一定这个就会一开始的时候就走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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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势并不是每一波都会的。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在1年前，也就是在2023年的9月、10月的时候，当时我们正准备做非常重要的突破3万我们要重新回到3万了。我们在爆破3万之前呢，其实这一段的上涨它也是很雷同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当然这是多头没问题但这个是属于比较弱的多头。然后随后我们才爆破，它是在要突破的这个时间点，它才瞬间的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势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段的强势程度呢，这段的强势程度跟我们前面这段的强势程度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再回来到这一段好，你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这段它还是稍微比较弱势一点前进后退前进后退前进后退。那如果说我们会走一波成功的突破，我们会从这里开始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势。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你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用 Rumax， 新用户可以保赔100 USDT 新旧用户都可以，你只要点击参加活动的按钮，就可以保赔100 U， 那赚了你可以提币走如果亏100 U 以内，它都可以帮你全部保赔。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人会去介意 CME 的缺口。那我们在这一周呢，其实我们从周日的时候就开始上涨了，确实，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那我们在周日的时候呢，它当时确实是有留下非常小的缺口的我们有写一个指标，就是看 CME 缺口的。那这个缺口它的距离大概就是$500左右大概从67400一直到68000，大概$500。其实这种1小时级别的缺口，什么叫做1小时级别的缺口？其实缺口它还是有时间级别的区分的你看像我们这个缺口在1小时里面是有的嘛可是如果我们把级别放大，它就消失了甚至我们再看到日线，对不对？我们再看到日线，它就完全彻底的不见了。那像这种缺口，它就是只有在1小时看得到，那就是1小时的缺口，这是由于那个开盘收盘的影响那像这种缺口呢，其实不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真的比较值得注意的缺口其实是日线的缺口。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数据。我们在看这个数据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UTXO。UTXO 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不过，好，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这种比较基础的讲法UTXO 就是未使用的交易输出。如果用英文说的话，就是 Unspent Transaction Output。未花费交易输出。好，没关系，这听起来感觉是很生涩难懂，没关系，我们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来为大家做解释。其实 UTXO 呢，它就是一个类似这种技术的单位，那它在区块链技术其实也是一个还蛮常用到的名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UTXO 这个图表我们就是在探讨 UTXO 的增加还有减少，来去判断行情的需求还有供应的力道。UTXO 什么时候会增加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呢这个 UTXO 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有人他想要发给我比特币，如果他想发给我10颗比特币，他一次就发给我10颗，我就是有一个 UTXO当然我的钱包原本是0原本是没有任何比特币的。他如果一次发给我10颗，我就是有一个 UTXO。他如果分10次发给我，每一次都只发1颗比特币，我就有10个 UTXO。那这两种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呢，我再把这10颗比特币比如说他分10次给我
那我有10个 UTXO 嘛，我把这10个比特币再发送给别人，发送给别的地址，我这10个 UTXO 就被消除了，并且别人的地址上呢就会出现1个 UTXO 啊。好，那什么时候 UTXO 它会增加呢？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在买入比特币的时候，买入比特币，很多人呢他是比如说分批买的，大多数人都是分很多次，就是你在买入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分很多次买哦。那这个时候呢 ，UTXO 就会上升啊。就比如说这个在买比特币的时候，你可能这个10颗比特币，你一次只买0.1颗，然后你分100次买，哇，那我每次只买0.1颗，我的钱包里就会有100个 UTXO， 这个时候 UTXO 就会增加，就表示我们在买入的时候就会增加。那如果我们创造出这种峰值，就代表什么呢？我们在买入增加之后呢，并且我们把它一次把它发送到一个钱包。就比如说我要买10颗比特币，我每一次只买0.1颗，然后我买了100次，等于说我的钱包里有100个 UTXO， 那这个 UTXO 就上升嘛。那我再把这10颗比特币呢放到我的冷钱包里，我只转换一次，那么这个 UTXO 它就会瞬间下降。所以当我们的 UTXO 它突然瞬间上升，然后再下降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这个位置它是有很强劲的购买力道的。你可以发现我们在2015年的底部黑色线表示的是比特币的价格，那黄色线表示就是 UTXO。我们在2015年的底部呢，我们就有出现这种 UTXO 暴涨，然后又出现峰值的这种状况。那我们在20年的几个底部，比如说我们在熊市的最底部，还有我们在312的底部，还有我们这个回调完之后所出现的底部，我们都有出现这种 UTXO 它出现顶部的这种现象。而且呢，它是只有在行情的比较底部的位置，或者说还很值得收集筹码的时候，它才会出现。我们在顶部或者说这种中间，你要出现这种峰值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不会去很大量的去购买比特币，然后把它发送到一个地址里面。那你看那我们在这个牛市里面呢，我们在25000的时候，我们有出现过一次，还有我们现在也就是我们大概在5-6万的时候所出现震荡的那个底部，我们的 UTXO 呢到达了峰值啊。那你可以观察我们在牛市的最顶部的时候，它的 UTXO 就会非常非常低，因为这个时候的需求很低那我们也是从这个转账去观察的，它也算是一种链上数据。为什么 UTXO 在牛市的时候会低呢？那你要想 UTXO 大家在熊市的时候都想着在牛市顶峰的时候都想着要怎么卖嘛。也就是说，当我的钱包我累积了很多币，到了牛市顶峰我要把它卖出的时候，那么我就把这个币呢，比如说一次性的发到币安，那我原本在这个账户里面累积的 UTXO 就会全部消除，然后一次性的被转到币安，那币安的账号就变成只有1个 UTXO， 这个时候 UTXO 就会急剧的下滑，那就表示大家的这个抛压很重，大家真的要把币给卖掉了。它通常只会出现在牛市的顶峰所以从这个图表呢，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